我不需要完美，但我可以完整。一位事業有成的朋友告訴我，他剛拿下公司一筆破紀錄的合約，大家都在為他喝彩。可回到家，他卻只盯着那份簡報中一張投影片顏色沒配好，開始懊悔。他笑着說，我就是完美主義啦。但我聽見的不是驕傲，而是一種疲憊。他接着補了一句，好像不管做得再多，總還是有個聲音說，不夠，不夠，你還可以更好。這個聲音你也熟嗎？也許不是工作，而是感情、家庭、學業，或是你的人際關係。你明明已經撐住、扛住，努力做到別人滿意，甚至超出標準，可你心裡總覺得我還是不夠完美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我們是因為不完美，所以不夠好，還是因為不接納不完美，所以永遠覺得自己不夠？你想當完美的拼圖，卻忘了人生根本沒有樣板圖。從小我們就習慣了一種生活模式，達標等於被認可，出錯等於丟臉，考試要100分，表現要最好，談戀愛不能失敗，家庭不能破碎，情緒不能失控。每一塊人生的拼圖好像都要卡得剛剛好，漂漂亮亮，毫無瑕疵。不知不覺我們就這樣長大了，變成一個不准自己亂，有一點瑕疵就心慌的人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人生不是一盒拼圖，沒有誰拿着原廠樣板圖在檢查你，你也不是產品，沒有人在驗收你是不是合格出貨。你是獨一無二的作品，本來就該有自己的形狀。然而我們卻常常把自己剪成別人要的樣子，剪去突出的，補上缺的，結果換來的不是完整，而是失真。完美的代價不是高標，而是高壓。完美主義看起來很厲害，但其實背後藏着3個毒：一、永遠的不滿足，你再怎麼做都還能找到不夠好的地方；二、焦慮與自責，你一失誤就開始內心鞭打自己；三、對他人苛刻，你對自己要求太高，對別人也容易失去同理。有個男生分享他在交往關係中的掙扎，他覺得自己一定要成為無所不能的男友，總是主動安排約會，從不忘記紀念日，情緒穩定又體貼入微。一開始他女友當然很感動，但交往久了，問題出現了，他開始崩潰，因為一點小爭執就會讓他覺得自己不夠好，不值得被愛，然後情緒爆衝。他說，我以為我要當完美男友才能穩定感情，結果我只是變成一顆隨時爆炸的地雷。追求完美不是問題，問題是你是否允許自己不完美時仍然被愛、被接納。比完美更重要的是完整，完整不等於完美，完整是你沒有把自己的某一部分切掉，只因為它不夠好看。完整是你承認自己的情緒，軟弱、猶豫、羞愧，也願意給它一個位置，而不是用力壓下，藏起來，假裝沒有。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幅畫，不是修圖過的電腦插畫，而是一幅有刮痕、筆觸不一，甚至有滴墨的真實水彩畫。它可能不是每一筆都漂亮，但它是完整的，獨一無二的。完整就是我承認我是誰，也願意擁抱這樣的我。當你願意完整，你就開始自由。曾經有位學生說，他在演講時總會緊張到手發抖，每次發生這情況，他就更氣自己。
你不是練過了嗎？怎麼還會這樣？”直到有一次，他鼓起勇氣，在演講一開始就說：“各位，我今天有點緊張，所以如果你們看到我手抖，不用擔心，我會撐過去的。”結果奇蹟發生了，他的聲音越來越穩，整場演講是他表現最自然、自信的一次。為什麼？因為他不再假裝完美，而是選擇誠實的完整呈現自己。當你承認自己的破口，就沒有人能再用那個地方來傷害你。當你不再遮掩，你就不會活在害怕暴露的焦慮中。完整不是放棄進步，而是承認這一刻的我也值得被接納。讓完整發生，關鍵在於允許。說來簡單，但做到很難，對吧？因為我們從小就習慣追求一個版本的自己，最好、最強、最得體，而允許聽起來像是懶惰、放任、不求上進。但事實剛好相反，允許是一種成熟的力量，允許自己悲傷，允許自己犯錯，允許自己還在路上。這不是軟弱，而是勇敢，因為只有真正的強者，才有能力承認自己的不完整，卻仍然選擇愛自己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但你可以完整，而這是新的開始。這堂課不是要你放棄追求進步，而是讓你知道你值得被愛，不是因為你表現得完美，而是你本來就有價值。你可以進步，但不必靠羞辱自己才能前進。你可以承認今天的自己不夠好，但同時相信你還在長大中。你不是一個錯誤待修正的計劃，而是一個不斷被完成的故事。也許你曾經因為一段失敗的感情，一份沒達標的工作，一個說錯的決定，而想把自己重設或抹除。但親愛的，你不需要刪掉這些過去，這些裂縫讓你變得有深度、有紋理、有故事。你不需要完美，但你可以完整。完整的你有喜有悲，有勇敢也有害怕，有光亮也有陰影。但正因為這樣，你才那麼真實，那麼動人。結語：當你完整的接納自己，情緒不再是敵人，而是線索。我們已經在情緒掃雷大作戰走了一大段路，從原本那個害怕爆炸的你，到現在開始學會與情緒共處。你也慢慢意識到，情緒不是敵人，它是訊號；缺點不是恥辱，它是提醒；不完美不是失敗，它是誠實的起點。現在你可以做的，不是急着把自己變得更好，而是回頭看一眼那個一直努力撐住的自己，輕聲說一句：謝謝你，這一路走得不容易。我知道你還不完美，但你已經夠完整了。這就是一種新生活的開始。